这是我见过最安全好看的野外庇护所，而建造它的时长仅用了3天时间便打造出来。它不仅隐藏于山体之中，并且墙面都是用岩石打造。铁蛋在野外有一座梦幻小屋，可是相亲对象说不安全，于是他再次来到野外，打算建造一座防空洞别墅。他用铲子清理掉土坡上的落叶后，便开始疯狂地刨土挖地。好在这里的土质比较疏松，所以铁蛋很快便挖出了一块坑地。随后他在树林里锯了一些原木，将一个 Y 字形木桩固定在地面后，他将原木架在上面，用刀刮去原木表面的书皮。有了架子支撑，它的效率快上很多，不一会就将所有的原木处理好了。将2根原木埋进土里当承重柱后，他将其他原木搭建在上面，做出庇护所的框架。每根原木的连接处都用工具钻出孔洞，用销钉固定，并且对木桩另一头进行加固，这样就算天上下冰雹都不会塌。随后他在墙面挖出一个坑，打算在这个位置打造坚实耐用的壁炉。他做了一个簸箕固定在立柱上，用来过滤泥土。得到了一些更加细腻的沙土后，倒进事先挖好的土坑里，用水搅拌成粘土。既然是打造安全的家，所以铁蛋的壁炉底座都是用大块的石头打造。做出拱形门之后，上面用比较小的石头垒起来。为了娶老婆，铁蛋也是煞费苦心了，忙活了一上午。铁蛋总算是将壁炉和排烟口都做好了，还在边上用石板做了一张小桌子。满是黄土的房子看起来并不大好看，于是铁蛋找来红色的石块，抹上粘土贴在上面，颜值一下子就上了一个档次。时间来到下午，铁蛋砍了一些柴火，为了加速壁炉的硬化，让壁炉更加牢固，他在壁炉里架上柴火，还顺便给自己烧了一壶水，想着新家做好就能娶上媳妇。他喝着碗里的白开水，都感觉像蜂蜜一样甜蜜蜜的。小伙为了娶媳妇，仅用3天时间，在野外打造最安全的庇护所。大山里没有必胜客，他却吃上了榴莲披萨。昨天铁蛋已经做好了庇护所的整体框架，今天他要给庇护所封顶。他用自制的野生扫把，先将地基里的落叶都清理出来，然后找来一些原木立在地里做承重柱，简单架设了2根原木充当床架后，接着在上面铺设一些短木，一张床就做好了。但是为了防止泥土滑落，他找来原木架在四周的墙面上，用销钉固定好之后，再用一些小木桩一排排的铺设好。虽然我觉得这样并没有什么用，要是塌了，全村人该吃席还是得吃席。为了屋内看起来更加的美观，他用粘土和一些红色石块贴在墙上作为装饰，铺设的密度不是很大，所以没多久他就将空旷的墙面全部贴上了瓷砖。门口的位置，铁蛋用巨石作为承重墙，然后在上面铺设一些比较小的石头，预留出了2个窗口位置。为了让自己的房子更加的安全，铁蛋都是选用野生的石头砌墙。这些石头看着不大，但是每一个都特别的有重量。长时间的体力劳作使得铁蛋有点吃不消，进度一下子慢了不少。不过铁蛋还是赶在下午之前将所有的墙面都砌好了，烟囱也加高了不少。壁炉的表面，铁蛋也贴上了一些红砖块，让屋内的风格都保持一致。随后还找来了一些鹅卵石，整齐地贴在壁炉口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小屋对比之前的黄土坡，一下子好看不少。随后他开始给小屋封顶，他用一些原木整齐地铺设在房梁上，比较长的原木就用锯子锯掉。相比于屋内的建造，屋顶就显得简单许多。简单的给房子周围挖了排水渠之后，铁蛋找来黑色的篷布盖在屋顶上，制作防水烟囱开口的位置也用粘土密封，防止雨水渗透进去。铁蛋在空旷的草地上挖了一些草皮，整齐地铺在屋顶上，这样看起来不仅美观，夏天的时候还能够有效的隔热。一直忙活到下午，铁蛋找来了几块青石板，在户外做了一张桌子，铺上桌布。铁蛋开始制作晚饭，500克的面粉打上几个野生鸡蛋，接着不停地揉搓成团，装进袋子，用毛巾包裹住，然后放在壁炉上烘一下。随后开始准备配菜，烘软的面团分成4份，然后将面团揉开，涂抹上秘制酱料后，在上面铺上配菜，撒上芝士条，然后放在炭火上烤20分钟后取出，一个美味披萨就做好了。铁蛋咬上一口，显得十分的满足，不愧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。这是野外最有能力的男人，仅用3天时间，在野外搭建了一座花园小屋，还吃上了练习2年半的烤鸡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铁蛋的小屋也接近完工。他来到树林里，挑了一棵比较粗大的树，锯出想要的长短之后，做成了一张操作台。随后将原木固定在操作台上，刮去原木表面的树皮。这张操作台让铁蛋如有神助，很快就处理了一堆的原木，并且用这些原木做了一个漂亮的房门。简单给房门做了门栓之后，还将2边的窗户也都装上。他在门口不远处挖出一块空地，要在这里给自己的小狗搭建一个窝，幻想着以后娶了老婆，3餐4季2人1狗的安静生活。想到这里，铁蛋搭建狗窝也是越发的卖力。好在狗窝的搭建也就是缩小版的庇护所，所以没花什么时间
就将狗窝搭建完成了，还在上面铺上了草皮做装饰。看狗狗的表情，好像也挺喜欢。他开始打造他的露天灶台，一块一块的大石头被他毫不费力的整齐拼合在一起，做出底座，上面还铺设一些小石板作为装饰。只要石头够多，铁蛋就能做出一个村子，所以露天灶台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。做完这些，他开始打造庭院，简单给庭院两边贴上青石板后，用藤条编织围出花坛的位置，然后找来原木锯出圆柄，用斧头裁切成一堆三角形之后，整齐地铺在庭院，随后也铺出道路的走向。看来铁蛋为娶老婆也是下足了功夫，对这个家也是费尽心思。随后他在屋里屋外的地面倒上泥浆之后，便开始铺设地板。狗屋门前也是一样的操作，形状不规则的石板总能被他拼接成好看的样子。一直忙活到中午，老腰累得很，此时的地板才全部铺设完成。不过铁蛋并没有停下来休息，用小木棍自制了一把刷子后，他用草木灰做了一些黑色颜料，开始对小屋墙体上色。经过一遍粉刷，小屋的线条清晰不少。随后给花坛种上了一些不知名的植物，旁边的空地铁蛋也铺上了草皮，并且简单的对房门做了一些装饰。至此，铁蛋的小屋总算完工了。这次去相亲肯定能够娶上媳妇。时间来到下午，铁蛋在露天灶台上烧上柴火，准备晚饭。也许是高兴，铁蛋取出了一只在野外养了2年半的老母鸡，均匀的涂抹上事先调好的酱料，用锡纸包裹好之后放进炭火里烘烤。之后还做了一个蛋糕放进壁炉里烤制。这大概是荒野中最幸福的男人。此刻正一口吃着自制的面包，一口吃着野外养了2年半的烤鸡。晚上在篝火旁，铁蛋点燃几个煤油灯，然后挂在屋内。狗子的门口也放了一个。寂静的夜晚，也该睡觉了。有的人才20岁，老婆貌美如花，而铁蛋30岁至今还没有嫁。于是他辞掉月收入1500的高薪工作，来到野外打造他的梦幻小屋。他用铲子在雪地上画了几道线，然后清理掉上面的积雪，得到一块空地。野外的东西一切都是野生的。铁蛋拿起野生的木架，摆在空地上当做地基，随后找来一些木板，用锯子锯出需要的长度后，将木板铺在木架上，用钉子固定。很快就在地基上铺好了木地板。他将3块木板固定在一起，用于加厚木板的厚度，使其能够作为房子的承重柱，并且每根承重柱都钉上了三脚架加固。三角造型具有稳定性，反正如果塌了，就全村人都来吃席。将加固处理好的木板架在承重柱上作为横梁，然后又在横梁上面立上三角板。可能是铁蛋早上多吃了一个鸡蛋，他的进度很快，一下子便做好了房子的框架。简单的对框架进行一下加固之后，他开始收集一些大块的石头，准备搭建房子的壁炉。他提着桶来到不远处的空地，雪地里很难找到水源，所以他只能简单收集一些比较湿润的泥土。随后他便开始搭建壁炉，简单做出底座之后，将湿润的泥土填补到缝隙中。虽然不知道这样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，但是铁蛋的进度很快。然后他找来一张篷布，将湿润的泥土倒在上面，用脚不停地踩踏，不一会便得到了一些粘土。随后铁蛋捡来一些野生的砖块，野外就是好，到处都有野生的材料。他开始用砖块搭建灶台，有了粘土对铁蛋来说简直如虎添翼，其进度都快赶上契机木了，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，总算搭建好了壁炉。排烟口的位置也是同样的方法，用砖块慢慢的叠出烟囱的高度。还好铁蛋捡到的野生砖块足够多，不然还真不一定能够搭建那么高的烟囱。时间来到下午，铁蛋在壁炉里点上火堆，要试一试壁炉的效果怎么样。他来到白茫茫的雪地，装了一壶积雪，准备烧一壶热水。壁炉里的火势烧得很旺，不一会功夫就把水烧开了。一口热水下肚，身子暖和不少。天色渐晚，剩下的工作只能明天继续。男子辞掉刷厕所的工作，来到大山里打造新家。冰天雪地里还吃上了美味牛排。铁蛋今天早早就来了，昨天已经做好了房子的整体框架，今天他要将房子的屋顶盖好。他准备好了一卷墙纸，将墙纸裁剪下来后装订在承重柱上，在寒冷的冬天既防风又保暖。很快便将所有墙体都贴好了。随后他准备好一堆木板，再用皮尺量好间距后，用钉子将木板固定在墙体上，多出来的木板用锯子锯掉。由于铺设的密度不是很大，铁蛋很快就将所有的墙体都铺设好了木板，想着房子做好之后就能娶婆娘。铁蛋的嘴角也是不自觉的上扬，有了动力便有了干劲。他开始疯狂的锯木板，处理好了一些木板后，接着整齐交错的固定在墙体上。在这期间，铁蛋还给门口两边预留了窗户的位置，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进度。每一块木板都被他错落有致地装订在墙上，做到严丝合缝，一直到太阳快要下山了，铁蛋才将所有的墙面制作完成。在简单给壁炉装上盖子之后，他才开始铺设屋顶。屋顶的铺设和墙体一样，只不过用的是比较长的木板，同样都是交错叠加铺设。
而墙体是为了美观，屋顶这样则是为了防水。这样做好的屋顶，就算下暴雨的时候，屋内都不会落下一滴雨。这次铁蛋带来了食材，打算在新家吃上一顿美美的晚饭。牛排改好花刀之后，撒上香料腌制，然后放进平底锅架在壁炉上煎，白花花的鸡血显得格外好看。铁蛋装满了满满一壶，将煎好的牛排捞出后，将面包裹上鸡蛋液放进平底锅生煎，等煎到两面金黄之后，放上一层芝士片，加热一下后捞出，再泡上一壶热茶。这牛排一看就不太好吃，如果铁蛋不介意的话，小编可以替你们试一试味道。你们看看此刻铁蛋的表情，牛排是不是太难吃了呢？吃饱喝足，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。这是我见过荒野中最温馨的房子，小伙不但技术好，还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，厨艺也不错，做的饭菜狗闻了都流口水。经过一夜的大雪，铁蛋的小屋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。今天的任务是要对屋内进行装修，他用木板对室内的墙壁进行统一铺设，每块木板都必须用钉子固定，而墙壁中间的夹缝直接找来干草填充。外面雪地里的温度可以达到-30多度，而干草则有效的防寒保暖。屋顶同样是用干草填充，好在铁蛋的身高足够高，屋顶的装修对他来说并没有很困难，不一会便把所有的墙面都装修完毕。随后他将木架搬进屋内，垫够足够的高度后做了一张床，在门边的位置按照墙角的角度长短，将木板铺设在上面，得到了一张凳子，然后又在边上做了一张桌子。这房子的空间算是让他玩明白了。简单给窗户做了一些修缮后，铁蛋将窗户玻璃给装上，随后他按照房子风格做了一个漂亮的门，简单做了一个门栓之后，内里的夹层铁蛋也是用干草填充进去。至此，铁蛋在野外终于又有了一个家。他来到雪地找了一棵枯树，锯成一段一段的堆积在墙边，这些柴火应该够他烧上许多天了。也许是庆祝新家入住，所以铁蛋的晚餐格外的丰富。切好的牛肉直接倒入锅里煮，随后将切好的洋葱、胡萝卜也一并倒入锅中，和牛肉一起炖，简单的撒上香料就可以出锅了。屋里简单的点上煤油灯，碗里再倒上一壶热茶。铁蛋开始了在新家的首次晚餐，原来一个人吃饭也可以这么温馨。用过晚饭后，铁蛋简单的铺好床，今晚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。这是荒野中最会享受的男人，在野外拥有漂亮的梦幻小屋，在灯光下吃着超级丰盛的晚餐。冬雪化去，铁蛋的小屋也迎来了夏天，周边也长满了野草。于是他打算翻新一下自己的家，顺便做一个露台。好在野外还能找到野生木板，他将木架摆在门前，拼出梯形的框架，然后找来木板铺在上面，尽量让木板之间贴合，不留一丝缝隙。多出来的木板用锯子锯掉，很快就做好了一个梯形的露台。随后将2块木板拼成了字形，用钉子固定。做了一堆后，将木板固定在露台上，做成围栏的立柱，在上面搭建围栏的扶手。随后铁蛋处理了一堆切了斜面的木板，接着整齐排列的固定在围栏上，一直忙活到中午，铁蛋才做好了围栏的铺设。有了这些人性化的设计，他的小屋看起来漂亮很多。随后找来木板，打算围着围栏做一排椅子。这时天空下起了雨，不过并没有影响铁蛋的进度，他还是冒着小雨将凳子全部做好了。随后还用剩余的木板给自己的露台添置了一张桌子。忙完这些，太阳也就下山了。铁蛋并没有吃晚饭，而是选择直接睡觉。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，今天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所以简单吃过早饭之后，他运来一些大石头。有了露台之后，铁蛋更想拥有的是露天灶台，所以他用搬来的石头在露台边预留的位置给自己做了一个灶台。由于不需要制作烟囱，所以这个灶台一下子就做好了。铁蛋是个特别会享受的人，所以找来工具，简单将裁切好的木板做了一张懒人椅。他试着坐了一下，还是挺舒适的。简单给围栏做了一个门口之后，他用剪刀的野生油漆给房子上色，小屋涂上一层红色油漆，不但美观，而且还能有效的防止蛀虫。框框的地方他都涂上了黑色的油漆，让房子色彩分明不少。随后他挖开一些野生的植物，种在围栏周围，明年应该可以长大不少。时间来到下午，由于昨晚没有吃晚饭，所以铁蛋打算今天补回来。他将切好的里脊肉放在一旁腌制，而切好的洋葱、胡萝卜同样如此。然后倒进陶罐里，铺上一层奶油之后，再将腌制好的里脊肉倒入，然后包裹上锡纸，放进大火里烘烤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铁蛋给屋子都点上了煤油灯。炎炎的夏日，也是难得的享受着寂静的夜晚，在自家露台和篝火旁吃着自制的美食，真不愧是最会享受的男人。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下一期野外生存更精彩。